一连寒芒先到，随后这个球你打不进啊啊！ 都极限了，都打到这儿了。这个球不就跟带口球一样的吗？包进的呀。什么？包进？这不包进啊？这个球谁来的不包进？那你们肯定没看过我置顶第一条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置顶第一条？这是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啊。教你们3个步骤，学完之后啊，它就跟带口球一样包进。第一步啊，叫做试击。开始趴下去运杆的时候，这个手呢会有一点点会，或者是出去的这种方向趋势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。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杆去找到这个大臂的方向，因为只有大臂的方向跟这个进球线稳了以后啊，小臂的摆动才能够完全在这条线上。第二步叫做锁大臂，让大臂能够更加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方向上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给它做一点对抗，轻轻的往外顶啊，往外顶完了以后呢，往内顶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它有个5分钟左右的这个训练啊。第3步叫做上膛，因为我们球杆啊，最后要出杆的时候呢，去轻轻的感受到这个小臂跟大臂有一种绷着夹紧的力量，感觉中间有一根弹簧也给它连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我帮你往后拉，你往前有一点对抗啊，轻轻的往前对抗的力。好，拉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弹簧释放掉，它就会往前弹嘛，对吧？好，手3、2、1，走。对，就这种感觉，那它的这个大臂就夹紧了，对不对？趴下来，先进行试击，找好大臂的方向。好，确定好了，这时候锁住大臂，然后第3步上膛，小臂弹簧拉过来，出杆。哇，这个球就跟包进一样的，真准。啊，想要系统学习的话，记得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。下课，靓仔。想要秀到对手头皮发麻，必须锻炼发力的动作。大臂不动，只动小臂是最初级的发力方式，力量仅只达到了1层。回杆时让大臂下降，出杆时将大臂上提，带动小臂进行发力，能将力量再提高1层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当小臂向前快接近垂直状态时，让手肘继续向前顶一段距离，可以将力量再提升1层。在向后回杆时，将手指适当打开，随着球杆不断向前，手指不断收回，带着球杆往前送，这样就可以再提升1层。如果你回杆时可以把手腕的角度配合手指一起向后翻转，出杆时在小臂带着手腕走一段后，再开始翻转手腕向前，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5层力量。这种发力动作会让你的出杆力量变得非常饱满。了解了发力动作，接下来你需要在白球旁边先进行空杆训练。训练初期一定要注意杆头瞄在什么高度，出杆时就一定要再从这个高度经过，杆头抬高或者下压都会造成击球点不够精准。等动作熟练度上来以后，再开始增加出杆的速度。接着你需要针对性的训练低杆点位与高杆点位。在训练杆法的初期，尽量降低进球难度，专注于出杆动作的标准。出杆有了力量以后，再慢慢的增加进球的难度，从中等距离到中长距离。如果这个距离也难不倒你的话，就可以逐渐增加角度进行训练了。经过大量的动作练习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是一个准度和杆法兼备的业余高手了。关注我，带你学习更多台球技巧。下课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，但是打球不厉害。你这个低杆拉不回这里，这是我最好的了。这就最好的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回来这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出杆速度不够啊。像你这样的发力动作啊，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，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。教你一种发力的方式，学完之后啊，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低杆就能拉回来一库。来，我叫你来。球杆在接触白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速度啊，一定要学会用手腕。在球杆往后拉的时候啊，我们把手指稍微松开一点点。你看，手指是打开的，但没有完全打开啊，这里是还是掐住一点点。好，往前的时候呢，小臂先往前，你看手腕保持住这个角度，这个时候呢，手腕再给它一个速度，它是不是变成2股速度的合力往前去啊？来看一下啊，你看拉回来，你看这里都是小臂的速度，手腕在这个地方发力，我们打一个低杆看一下啊，
你看这个低杆效果就很强。但是你在练长台之前，一定要在这个距离就是白球的旁边，我们先练上大概20次这样的出杆的，一定要让它顺了啊！你不能说太延迟了，到这里手腕都还没出来，杆头都已经碰到球了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手腕先走了，小臂再过来又没速度，所以它一定要顺畅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打别人一巴掌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啊。所以你在白球旁边练好了这种手臂的这种衔接，让速度达到了以后，啊，在白球这里过来，轻轻松松，马上就回来，对吧？好了，想系统学习，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啊。下课。一开始学打台球啊，就不要再问这个角度球的瞄准点在哪了。你知道了能干嘛呢？你能打得到这个点吗？打不到啊。打不到你怎么学台球啊？那网上有老师说找到瞄准点打100遍就能进了。这样的老师你就不要再点赞收藏了。学台球最重要的第一步，要先学眼手一致性，也就是眼睛看到哪里，球杆就能出向哪里。几乎所有的高手都能做到这一点。那首先要学什么？先学怎么把球杆放在两眼正下方，然后呢，把能使球杆在一条直线上前后运动的所有细节都学了。比如说手架的稳定，肩关节的打开，后手小臂的垂直，手腕方向的调整，把身体的上半身展开，形成一张蓄势待发的弓。你有没有学过这些啊？没有啊。你连这些都没学过，你怎么学打台球？那当我们学完这些之后啊，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后手的动作协调组合了。什么是动作协调组合？动作协调组合指的就是大臂、小臂、手腕它们之间相互的协调组合，以打出不同的发力需求。再结合手架的高低，调整杆头打在白球不同的高度上，让你不仅把球打进，同时让母球走出六亲不认的线路来。那一教你就会了，信不信啊？信。来，第一个，后手小臂带动手腕去发力，来，一张纸穿透它，来看一下，手架调低到母球一半以下的高度，这个球打进后啊，就嗖的一下就退回来。当你学完动作协调组合之后啊，比如说这个球形，白球打进了，要低杆退回来打黑球，这个球形啊，你一看就会了。来，你试一下看。哦，你看简不简单？简单。非常好，你看你1分钟就学会了。那老师，我想要更系统的学习啊。来上我的私教课，请我做你的私人教练，带你成为一杆清台的高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下课。靓仔，击球点位对母球运动的影响。中心点位往上多，白球前旋转就多；中心点位往上少，白球前旋转就少。直接中心点，白球没旋转就定住。中心点位往下多，白球后旋转就多；中心点位往下少，白球后旋转就少。中心点靠右上点位，白球先向前旋转，吃库后朝右跑。中心点靠左上点位，白球先向前旋转，吃库后朝左跑。中心点横移靠右点位，白球定住并向右旋转。中心点横移靠左点位，白球定住并向左旋转。中心点位靠左下点位，白球先向后旋转，吃库后朝右跑。中心点靠右下点位，白球先向后旋转，吃库后朝左跑。手架抬高，向下打高点位，白球就会跳过障碍球。下课，靓仔。怎么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？明明已经瞄得很准了，一出杆就歪了，这种苦找谁说去？真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想这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遇到最多的问题。这节课啊，我会从3个方面告诉你怎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。结尾还有我教学员时最有效果的训练方法给到你。好，让我们来开始学习吧。首先，我们先讲一讲后手每个关节最自然的动作方向。肩关节的活动空间最大，可以让整个大臂抡出一个大圆。其次是肘关节，肘关节朝外的时候，小臂只能横着摆动。肘关节朝下的时候，只能纵向摆动，但你会发现，无论是横向、纵向，小臂都会朝着肩关节的方向去摆动。
所以啊，肩关节、肘关节还有腕关节这3个关节点形成的面，就是小臂摆动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向。而我们经常的出杆歪，就是因为这个面与径球线的垂直面不重合。你只需要找一个小伙伴从后面帮助你把手臂的这3个点形成的面调整到径球线的垂直面上，就能够提高出杆的直度。第2种情况就是每次你想用力打球的时候，出杆是最容易歪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你出杆时，这个面偏离了径球线的垂直面。这个主要原因是你的大臂锁定能力比较弱，因为大部分人在想要用力的时候，都会习惯性的用大臂去发力。比如说打拳的时候，大臂会配合的把拳头送出去发力。而台球却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发力的时候啊，大臂是要以提供稳定的方向为主，锁定住手肘的支点，这样子啊，小臂才能出杆出的又直又有穿透力。所以大臂的力要用在稳定上，小臂的力要用在前后的摆动上。通过结尾我会教大家训练的方法啊，把大臂和小臂进行独立开来，才能让球杆出杆更直。好，再说说第3种情况，就是当我们手臂的这个面啊偏离了我们的视线。当我们趴下去的时候啊，如果这个面在我们视线之外，就在你出杆的那一刻，身体会很本能的让手臂啊去靠近视线的方向，结果呢就会导致出杆歪了。那么我们在趴下去瞄准时，就要将球杆放在我们视线的正下方，这样也可以提升出杆的直度。好，现在开始告诉一下大家平时该如何训练。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我已经把这个训练方法整理好放在评论区了。好，我们先找一条直线，原处放块巧克粉作为目标点，先让视线完全匹配这条直线，接着球杆完全匹配在视线的正下方。锁定好大臂的方向，让小臂自然的先摆动起来，不要用太多的力去干扰你的小臂，就是很放松的去摆动，去看看球杆运动起来，是不是还在这条直线上？如果有什么偏移，可以调动一下肩膀的角度，直到球杆与这条直线自然的重合在一起。接着开始在球杆摆动的末端去加一些速度，就像这样子，每次球杆停下之后呢，都能够笔直的指向目标点。等稍稍熟练了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力量加上来。每天像这样子空杆训练10分钟，出杆就能像尺子一样笔直，准度大幅提升。好了，下课。